我把话说在前头，2026年财神爷只认一个字土，不信你往下听，现在的世道看得很清楚，就像一场看不见的大风，已经在太平洋上刮起来了，眼看着就要吹到咱们家门口了。可我看咱们好多老伙计还在那乐呵呵的数钱，觉得退休金存够了，房子也有了，日子过得挺安稳，却不知道这一阵阴风刮过来，带走的不光是你的健康，更是你辛辛苦苦攒了大半辈子的养老钱，那是棺材本啊，是你留着最后这点尊严的底气啊！如果你还用以前那套老黄历来看日子，用那些西方人的经济学来看钱袋子，那你这次可能真的要栽大跟头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那些西方人的东西看的是表面的形，是看已经发生的数据，那叫史数。而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易经看的是气，是数，是还没发生但注定要发生的那股能量。老祖宗早就把这笔账算得清清楚楚了。你们知不知道2026年是个什么年份？在天干地支里，这一年叫丙午年，这三个字你们可能觉得陌生，但在我们懂行的人眼里，这三个字就是一片火海。丙是天干里的阳火，是大太阳，烈日当空，烤了地面，滋滋冒油。午是地支里的火，是一天里正午的时候，火气最旺，阳气最盛，天干地支一片火海。这把火烧得有多旺？易经里有个专门的说法，叫赤马红阳节。历史上每逢这种火气极旺的年份，往往都伴随着巨大的变动。为什么？因为火性刚烈，它要烧掉一些旧的东西，烧掉那些腐朽的木头。我知道你们现在心里在打鼓，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就是个退休的老头老太太，我就想安安稳稳过日子。朋友啊，这关系大了去了，甚至决定了你能不能善终。我们先搞清楚，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大运里。从2024年开始，我们就正式跨入了3元9运中的9子离火运。这一点经常听我讲课的朋友耳朵都要听出茧子来了。但你们真的懂离火这2个字背后的杀机吗？离卦，你们脑子里想一下那个符号，上下2根是阳爻，中间1根是阴爻，外表是实的硬邦邦的，中间是虚的空荡荡的，这就叫外实内虚。火的特性是什么？是向上窜，是看起来红红火火，但它是虚幻，是扩张的，是没有根基的。所以在离火运的初期，也就是这2年，你会看到一种奇怪的假象。什么假象？就是那些看得见摸不着的东西疯狂的涨，人工智能、虚拟货币，各种概念炒得热火朝天。这就像是一堆干柴刚点着的时候，火苗子窜得老高，把人的脸都照红了，看起来非常壮观，让人觉得这就是繁荣，这就是盛世。但各位家人，你们要晓得一个五行的铁律，这是老天爷定的规矩，谁也改不了。火烧得越旺，它对金的克制就越狠。五行里火是克金的，金代表什么？在我们人体里，金代表肺，代表呼吸系统，代表大肠，代表皮毛。在社会上，金代表金融，代表货币，代表银行，代表那些硬邦邦的财富规则，代表你手里那张存折上的数字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把目光投向2026年。当这一年丙午大火，也就是离火运的第一个顶峰，那个
火气最狂暴的时候，遇到了原本就已经很脆弱的全球金融体系，这个金会发生什么？我想请你们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下，把一块金子扔进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，用三昧真火去烧，会怎么样？那就叫火旺金融。金子再硬，在烈火面前也得化成水，也得变形，也得没了脾气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这一套，特别是西方那套以美元为核心的，靠印钞票、靠借债过日子的全球金融模式，在2026年可能会面临一种熔断式的崩溃。这不是我在危言耸听，现在的经济是用信用做的，是用债务做的，这些东西本质上是虚的，是泡沫。离火运的主题就4个字：去伪存真。老天爷在天上看着，老人家看不下去了，说你们这些人玩虚的，玩得太过分了，泡沫吹得太大了，人心都坏了。既然你们不肯自己戳破，那我就放一把火，把这些泡沫全部烧光。所以2026年这场大动荡，它的本质不是说我们没饭吃了，不是说地里不长庄稼了，不是说工厂造不出东西了，而是价值的重组。以前你觉得值钱的那些数字、那些纸、那些所谓的理财产品，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会回归到它纸张的本质，就是废纸一张。而那些被我们忽视的实实在在的东西，才会显露出它的真金本色。说到这里，我想问问各位家人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最近这2年，你是不是觉得手里的钱越来越不经花了？去菜市场买把青菜，去药店抓副药，那个价格是不是让你心里咯噔一下？或者你看看身边那些曾经靠炒作、靠运气、靠投机倒把赚大钱的人，现在是不是都在纷纷返贫？有的甚至欠了一屁股债，连家都不敢回。如果你有这种切肤之痛，或者你对未来的钱袋子感到深深的担忧，甚至你现在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心里总觉得不踏实，那你就要好好听我接下来说的话了。这场大动荡，它具体会怎么表现？易经讲究看相，离卦是中虚，这预示着2026年的危机核心会发生在中间空掉的地方。什么地方是空的？债务是空的，因为借的钱是透支未来的，你花的是孙子辈的钱，那能不空吗？房地产泡沫是空的，因为那是用钢筋水泥堆起来的金融衍生品，没人住的房子，那就是一堆建筑垃圾。在丙午年火气一冲，这些空的领域会最先爆炸。我们可能会看到某些大型的跨国金融机构，或者一些我们以前认为大到不能倒的庞然大物，会因为资金链的突然断裂而轰然倒塌。而且火的特点是什么？是快。火烧起来，那是噼里啪啦，瞬间燎原。它不像以前的土运，土是厚重的，慢吞吞的，跌也跌得慢。但火运不一样，火运的崩盘是跳崖式，就像一个人心脏病发作，前一秒还在跟你有说有笑，后一秒扑通一声就倒地。这就是火的特性，爆裂迅速，来势汹汹，让你根本来不及反应，根本来不及把钱取出来，根本来不及卖房。听到这里，是不是觉得后背发凉？别怕，我在这里就是给你们撑腰的。要是没有解药，我也不会费这个口舌跟你们讲这么多。易经告诉我们一个最伟大的道理：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。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。火虽然克金，但是火也生土。这就是我今天
要告诉大家的救命密码，也是今天这堂课最值钱、最核心的天机。在五行的流转中，有一个能够化解火克金这个死局的元素，那就是土。火生土，土生金，土是火和金之间的桥梁，它就像是一个转化器，能把那股想要烧毁你的大火转化成滋养的能量，然后再把这份能量输送给金，让你的财富不但不缩水，反而因为有了火的淬炼，变得更加纯正，更加坚固。那么什么是土？很多人一听到土就以为是去买房子，去买地皮，错，大错特错。如果你现在还想着去炒房，那你真的是在往火坑里跳。现在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水泥块，那是造土，根本生不了金，反而会吸干你的血。我说的土分为两个层面，一个是物质层面，一个是精神层面。在经济上，土代表什么？土代表实体，代表农业，代表粮食，代表那些能够长在地里，能让人填饱肚子的东西。土代表原材料，代表那些不管世界怎么变，你造汽车也好，造手机也好，都离不开的基础资源。土代表看得见、摸得着，能够养活人的东西。当金融的数字化，那个金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的时候，那些聪明的资金，那些被吓坏了的钱，会疯狂地寻找避风港。这个避风港绝对不是比特币，也不是什么高科技概念股，因为那些都是火，火上浇油，死得更快。他们会流向实实在在的资源。所以我大胆推算，到了2026年，那些掌握了粮食的人，掌握了核心生产资料的人，掌握了真正技术的人，将会成为新一轮的财富霸主。而那些手里只有一堆股票代码，只有一堆房产证，但没有现金流，没有实物支撑的人，将会是这场大火中最惨的牺牲品。但是各位老友，如果仅仅是讲这些投资之道，那我就不是我了，那就是个财经评论员了。我要讲的土，更深层的含义是在人心。在我们中华文化里，在五德里，土代表什么？土代表信，仁义礼智信，信属土。什么叫信？信就是诚实，信就是厚道，就是靠谱，就是厚德载物。各位，你们想一想，未来的经济最大的危机是什么？其实不是钱没了，是信任没了。离火运，人心浮躁，大家都想赚快钱，都想割韭菜，诈骗横行，大家谁都不信谁。银行不信企业，怕坏账；企业不信消费者，怕退货；老百姓不信专家，怕被忽悠。这就是信徒流失了。这就好比水土流失一样，根基都没了，上面的树木财富还能长得好吗？在这种情况下，谁能守住信？谁能像大地一样厚道踏实不走虚？谁就是那个能够承载财富的。这就像是一场大浪淘沙，老天爷放这把火目的非常明确，就是为了把那些投机取巧的、坑蒙拐骗的、德不配位的人全部筛出去。剩下的是谁？剩下的是那些真正有德行、有本事、有良心的人。所以面对2026年的经济动荡，你现在该做什么准备？是赶紧去买黄金吗？黄金固然是金，但在烈火之下，黄金也难以独善其身，它的波动也会非常剧烈。你可以买一点压箱底，但千万别指望靠它发大财。我给你的建议是去培土。怎么培土？我有3个具体的药方，你记好了，这比吃什么补药都管用。第一味药，
回归实业，回归技能。不管你多大年纪，你要有一门手艺。这个手艺不是说让你去搬砖，而是说你要有一个不管世界怎么变，别人都需要你的本事。哪怕你会做一手好菜，哪怕你会带孩子，哪怕你会中医按摩，这都是本事。这就是你的立身之土。不要再去搞那些虚头巴脑的投资了，把钱投在自己身上，学点真本事。第二位要积累你的信用资产，在未来，你的人品、你的口碑，比你银行卡里的余额要值钱10000倍。当所有的契约都失效的时候，你这个人的名字就是最强的契约。你要让周围的人都知道，老张老李这人靠谱，说话算话，哪怕天塌下来找他准没错。这就是你在给自己铸造一个避风港。当大火烧来的时候，大家都往你这跑，因为你这里有土，你这里安全，那你还愁没钱赚吗？第三位要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位，叫养脾胃。这就要讲到身体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外面的大环境是离火，对应到我们身体里，心属火，肺属金，脾胃属土。2026年外面的火太旺，会引动你身体里的心火。心火一旺，人就焦虑，就失眠，就心慌。心火克肺金，你的呼吸系统，你的免疫力就会下降。那怎么救？还是靠土，脾胃就是土。我想问问大家，你们最近是不是吃饭不香？是不是容易腹胀？是不是总是胡思乱想，想得脑仁疼？中医讲湿伤脾，你越焦虑，你的脾土越弱，脾土一弱，就生不出肺金，你的身体防御系统就垮了，你的财运也就跟着漏了。因为脾是统血，血就是身体里的钱，脾虚了血就统摄不住，那不就是漏财吗？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你要好好吃饭，多吃黄色的食物，小米粥、南瓜、红薯，这些看起来土里土气的东西，那是补土的宝贝。吃饭的时候专心吃饭，不要看手机，不要看那些让你焦虑的新闻，把心放在肚子里，细嚼慢咽。你每嚼一口饭，就是在给自己的身体培土。你的脾胃好了，土厚了，就能生金了，你的财运自然就稳了。讲到这里，我们都在谈论如何保全财富，如何不变穷。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，财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中国人讲财气，财它不是一张纸，它是一种能量，它不是静止的，它是流动。2026年是火旺之年，火多水干，这意味着流动性会枯竭。你想想，天大旱，河里都没水了。如果你想在干旱的年份里还有水喝，你该怎么办？你能光想着把家里的水缸盖紧吗？那水早晚会臭掉，早晚会喝光。你要学会挖井，你要学会布施，这是一个宇宙能量守恒的最高秘密。当你感觉到大环境在收缩，感觉到恐慌的时候，说明你的能量场在封闭。你越是恐惧，越是想把钱抓得紧紧的，你的财路就越窄了。因为火气会把你封闭的那点死水迅速蒸发掉。反过来，如果你懂得能量回流，你懂得在这个时候去帮助别人，去支持正道，去传播智慧，你就是在给自己挖一口深井。哪怕你只是给路边的乞丐1块钱，这就叫水，这就是在火海里给自己浇灌出一条生路。好，钱袋子的事基本给你们交了个底，但是光有钱没命花，那也是一场空。2026年这把火光烧钱更烧身，
接下来我要跟你们讲讲身体上的保命绝招。这些东西平时我在诊室里那都是要收挂号费才讲的，今天我都免费送给你们，因为我看见过太多因为无知而倒下的悲剧，我不忍心。丙午年火气太旺，在中医里，火对应的是心脏，金对应的是肺，火克金，这是五行的死克。对于年轻人来说，可能就是发个烧咳嗽，两嗓子扛一扛就过去了。但是对于咱们40、50岁以上的人来说，这就是一道鬼门关。为什么？因为人老了，肾水本来就亏虚，水克火。如果你的肾水足，你还能压得住那个心火。但是现在的人熬夜，吃得咸，乱吃药，肾水早就干了。等到2026年天上的大火一引动，地下的肾水就救不上来，这就叫心肾交。心火一旦失控，它往哪里跑？火性是往上冲的，它直冲你的脑门。所以我敢断言，2026年将会是心脑血管疾病、中风、高血压爆发的一年。很多平时看起来挺精神的老头老太，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倒下了。那你该怎么办？是不是要去医院排队买药？千万别药补不如食补，食补不如神补，神补不如气补。我教你们一招，最简单的，也是我经常提到的，叫金鸡独立。但是针对2026年的火运，我要给这个动作加个心法。你们每天早上起床，面向南方。为什么向南？南方属火，我们要借火生土，找个平坦的地方，先把眼睛闭上，把心静下来，然后慢慢抬起一只脚，单腿站立。注意了，重点来了，当你站立的时候，你的意念要放在哪里？千万不要放在头上，要放在你的脚底板，放在那个涌泉穴上。涌泉是肾经的井穴，是水的源头。你一手涌泉，就是把上面的火往下引，引到水里去，这叫引火归元。当你能稳稳当当站上1分钟，你会感觉脚底板发热，这就对了。这就是把你身上虚浮的贼火转化成了温暖你脏腑的真火，这比吃什么降压药都管用。再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叫揉腹。刚才我们说了，脾胃是土，土能化火生金，怎么强壮脾？就在肚子上。每天晚上睡觉前，平躺在床上，两手搓热，重叠在一起，按在肚脐上，先顺时针揉36下，再逆时针揉36下。这不仅仅是助消化，在易经里，腹部是坤卦，坤代表大地，代表土。你用手掌的温热之火去温暖腹部之土，这就是火生土最直接的操作。你在揉的时候，心里要默念3个字：化掉，化掉，化掉你的焦虑，化掉你身体里的淤血，化掉那些多余的火气。你坚持做1个月，你再看你的舌苔，绝对不一样。你的睡眠会变好，心里会踏实，这就是你的土厚了，你的根基稳了。2026年再大的风浪，也吹不倒一个根基深厚的人。接下来我们说说家里的风水布局。很多朋友问我，既然2026年是火年，我是不是要在家里放1缸水来灭火？你看，这就是不懂辩证法，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丙午年的火是天火，是大火。你家里放了1盆水，那是杯水车薪，而且火太旺的时候，你泼点冷水上去，反而会炸锅，那叫水激火怒，反而坏事。
正确的做法是什么？还是用土？你们回家看看家里的正南方，还有房子的正中间，这两个位置在2026年是重中之重。正南方是离宫，是火的老窝；正中间是中宫，是黄极之位。在2026年，千万不要在这两个方位放红色的东西，不要放红地毯，红灯笼也不要放，不要放尖锐的带刺的植物，那是木生火，那是找死。你应该放什么？放石头，放陶瓷。你可以去捡几块圆润的鹅卵石，洗干净放在家里的正南方，或者摆一个陶瓷的大花瓶，空的，不要插花。为什么？因为石头和陶瓷是真土，火气一来，看到土，它就会去生土，它的破坏力就被耗竭掉了，转化成了生养万物的能量，这就叫贪生忘克。火光顾着去生土了，就忘了去克金，你的钱财就保住了。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风水局，叫泄秀动声色，就把灾难化解于无形。还有家里的西北角，西北角代表男主人，代表家里的顶梁柱，也代表乾卦属金。2026年火克金，最容易受伤的就是家里的男主人或者老父亲，所以家里的西北角一定要打扫干干净净，千万不能堆放杂物，更不能有厨房，那是火烧天门，大凶。如果在西北角摆放一些金属的工艺品，比如铜葫芦或者6个铜钱，这是在帮金助威增加金的抵抗力，这就是用环境的力量来加持你个人的运势。讲完了身体和环境，我们再来讲讲最难的人心和家庭。我预感到2026年很多家庭会爆发激烈的冲突。为什么？因为火气造人，一旦被火气裹挟，脾气就会变大。父子反目，夫妻吵架的事情会层出不穷。特别是对于咱们这些做了父母的人来说，看着孩子们在经济动荡中挣扎，看着他们失业、降薪、还不起房贷，我们心里急啊，一急就容易唠叨，一唠叨孩子就烦，火药桶就炸了。各位老友，听我一句劝，到了2026年，你要学会做一个哑巴，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定力。年轻人的事你管不了，也不要管。那个时候社会上会有很多诱惑，也会有很多恐慌。你的孩子可能会回来跟你哭诉，说爸妈现在有个赚大钱的机会，什么区块链，什么元宇宙，只要投进去，下个月就翻倍。或者他们会说，完了完了，现在钱不值钱了，我们要赶紧去买那个什么币。这时候你千万别动，千万别把你的棺材本拿出来给他们去填窟窿。你要像一座大山一样，稳稳地坐在那里。你要告诉孩子，孩子别怕，只要咱们家还有米，还有油，只要咱们一家人身体健康，天就塌不下来。你要做那个定海神针。如果你轻易的被孩子的情绪带着走，把养老钱拿去赌博式的投资，那才是真的万劫不复。记住，易经讲物极必反。2026年的火虽然凶猛，但它也是在炼金。对于那些有准备的年轻人来说，这把火是在帮他们去除杂质。现在的年轻人太浮躁了，太脆弱了，让他们经历一点社会的毒打，经历一点经济的寒冬，不是坏事。只有经过烈火淬炼，才是真金。作为长辈，我们能给他们最好的支持，不是金钱，而是我们平和的心态，是我们不添乱的健康身体。好了，话说到这里，我把今天的行动指南正式发布出来。刚才我提到了3件事，
现在我要把这3件事拆解成具体的可执行的操作，请大家拿出纸笔或者截屏保存，这可能决定了你未来5年的生活质量。第一件事，资金归巢，现金为王。我不是让你把钱都取出来放在床底下发霉，我是说你要砍掉一切高风险的投资。如果你手里有那些承诺年化收益率超过 4% 的理财产品，趁早赎回来，别贪那点利息，本金安全才是第一位。如果你手里有多余的房产，特别是在那些人口流出的3、4线城市，或者是什么远郊区的海景房、旅游房，现在是最后的离场机会，别想着卖高价，能脱手就是赢。把这些变现的钱存成大额存单或者购买国债，这就是最稳妥。记住，在动荡的年份，现金流就是氧气。当别人因为缺钱而变卖资产的时候，你手里有现金，你就是爷，你可以用极低的价格捡到别人的好东西。第二件事，身体筑基，从脾胃开始。我刚才讲了金鸡独立和揉腹，这2个动作你们要坚持做，每天早晚各1次，雷打不动。除此之外，我再给你们加一味药，叫做早睡子时，也就是晚上11点之前你必须躺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子时是水的时辰，是肾水最旺的时候。你在这个时候睡着了，就是在给自己的肾水充电，肾水足了，才能压住2026年那把天火。你要是还在刷手机，刷那些让你焦虑的财经新闻，那就是在把自己的肾水往外倒。等到大火来了，你一滴水都没有，那就真的完了。第3件事，修德积善，厚土载物，这是最难的一条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做一件事，每天做一件好事，哪怕是很小的事，帮邻居带个快递，给路边的流浪猫放一碗水，给公交车上的老人让个座。不要觉得这些事情小，这些事情就是在给你的土加厚。易经讲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你每做一件好事，就是在给自己的命运账户里存一笔钱。等到2026年大火来了，你账户里的善款足够多，老天爷自然会给你留一条生路。好了，今天讲了这么多，知道有些人听完会觉得这老头说的是不是太玄了？我告诉你，不玄。易经不是算命，易经是规律。太阳东升西落是规律，春种秋收是规律，火旺克金是规律。规律这个东西，你信不信它都在那里，懂不懂？它都在运转。我今天讲这些，不是要你们去恐慌，不是要你们去囤积，不是要你们去逃跑，我是要你们去准备，去调整，去把自己的根扎深一点，把自己的土培厚一点。棵树根扎得深，不怕风吹；一个人德行厚，不怕运衰。2026年的火烧不倒一个有土的人。愿各位家人身体安康，家宅平顺，财运稳固，在这场大浪里稳稳地站在岸上，看着那些泡沫随风而去，然后迎来属于我们的真正的春天。